设立旗下线商。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，以为你不会说话哎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巴黎 vlog。我们刚刚到巴黎了，昨天超级兴奋，只睡了1个小时，就是我睡不着。我想着我要去巴黎就太开心，虽然我只睡了1个小时，但是我看起来精神抖擞。而且刚刚在飞机上我也睡不着，就是 Henry 就在那睡觉翻白眼，然后我就是在旁边超兴奋。我先去 check in 一下，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逛起来。巴黎真的是我觉得最好逛的城市，所以我们这次会专门拍一个巴黎逛街的推荐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逛街指南。我们到酒店了，这个酒店超级 chic， 它叫 Hotel Florida， 24年就刚刚新装修好的。然后刚才他们工作人员跟我们说，这个酒店的那个 owner 是爱马仕家族的人。然后我说那能不能约一下 leather appointment， 但好像不行。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，这个放的黑胶机是从英国定做的，因为他们说在法国找不到这样的黑胶机。我们这次在巴黎住的这个酒店，我们超级惊喜，因为它是新装修的嘛，它整个细节什么都特别新，而且没有很用心，然后它整个走的就是一种很复古的色调，我觉得有一点韦斯安德森电影的感觉。这个房间也是这样对称的，像是这个电话也是这种就是复古的，包括这个灯，还有这个柜子抽屉的这些把手，它全部都是呼应的，就是一样的这种冰糖方块的设计，还送了这种小马卡龙，非常的法式。这边呢就是一个全身镜，然后每天早上出门就可以在这里拍一下我们的 outfit check。然后我也很喜欢它这个绿色和这个墙上这种绿色大理石的呼应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大理石，不是，它就是一个那种大理石的纹理。然后包括它还有比如说床边柜这种小摆件，选的那种很漂亮很用心的感觉，整个房间的风格特别统一。这个墙面做的都是这种木质的纹理，很漂亮。这边虽然没有一个阳台，但是它有一个巴黎的这种落地窗，我很满意。我觉得过2天我就会在这儿拍照。这还有一个床头灯，它衣柜这边打灯做的也蛮漂亮。我一进来就问 Henry， 我说这房间有厕所吗？他藏在这个门后面。我觉得他卫生间做的也是很用心。它这是一个超大的淋浴间，就这整个都是，然后有2个淋浴头，还有的洗发和沐浴乳都是 Diptyque 的，还有一个 Diptyque 的小肥皂。像这种就是淋浴的这个系统也做的挺智能挺现代，它是一个复古的造型，但它上面都会有那个温度刻度，你就可以选你自己想要的洗澡水的温度。包括这个玻璃门上的这个把手做的也特别的用心，我感觉这个爱马仕它家应该能装的挺好看的，因为它感觉是细节控，它这些都弄得特别好，它连酒店都装成这样了。它的灯的开关是这样的哎，整个超复古的。这个声音，它是一个那种 boutique hotel， 不是像什么5星级非常 fancy 的那种，但是我觉得它各种细节，再加上它这个位置性价比蛮高的一个酒店，非常满意。我觉得这个酒店是我之后来巴黎还会想要住的，下次选一个大一点的房间。我们终于走在巴黎的街上了，因为走路5分钟就是爱马仕总店，所以我第一站就是爱马仕，没有抱任何的希望，奇迹会发生。而且现在雨停了，不过我们还是拿了一把伞。阴天巴黎真的蛮美的耶。今天 Henry 的头发超级塌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有点丑了。我们这一次本来找了很多法国菜餐厅，但昨天晚上突然就开始搜亚洲菜，然后发现巴黎的日本料理看起来都超级好吃。主要是就是每一家亚洲菜看着都比那个法餐好吃，所以不知道这一次的巴黎美食之旅会是怎么样。
个大 Birkin 也是工匠，就根据真实的 Birkin 手工做的。我就是来找这个橱窗。我们本来要去一家日本的拉面，结果外面排了超多人。现在12点半，然后他外面排了得有个10组到20组人，所以我们就来了一家川菜。Laura 现在看到他的爱牌，他已经没有想要给大家介绍了。现在在巴黎春天，负责人拿衣服了。他们已经聊上了。太大了，是不是？他现在在试一件 The Row 的皮草。跟你的颜色蛮配的。今天多少？13000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男装区。这来之前，我爸一直跟我说，叫我帮他看有没有好看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来这边挑一些适合他的东西。顺便看一下我自己，适合我应该就也适合他吧，对吧？我先帮他试穿一下，先看一下 Our Legacy 有什么。Our Legacy 我觉得不错啊，就是它版型什么都还蛮北欧的，缺点就是它的料我觉得一般。有时候还蛮粗的，我发现巴黎这边的选品真的多蛮多的，因为米兰感觉超少的。巴黎春天里的买手店。Henry 心心念念。牛仔裤上不是很好看，对吧？挺好看的。这个是鳗鱼汁，我们还点了一个玉子烧 ，Henry 超爱那种蛋类的料理。我们终于回来要休息了，我们买了水回来。我真的觉得你买了气泡水了。真的吗？我觉得。但它写着 Minerale Naturale。这个房卡是这样木片的，超级复古。哎，整个街都晴了耶 ！Yes。嗨，大家早上好！今天早上就拉开窗帘，然后发现是晴天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我们昨天还在说，感觉这个房间它的配色特别像 BV 店里，就是这种深色的木质，还有就是绿色的大理石纹理。准备出门去吃一个早餐。要去吃早餐了。我本来是想要在这个咖啡厅的外面，但是它现在冬天太冷了，外面好像关了，它里面就是另一种风格。就是我们正好也来晚了，
所以说他的 kitchen 也关了，然后也没有早餐，正好就喝2杯咖啡就可以走了。大家看前面有一棵很抽象的圣诞树。我们现在要去巴黎新开的 The Row 店，我还从来没有去过 The Row 专卖店呢，我也没有。兴奋，应该很漂亮。我们现在在 The Row 店的门口，我们刚才进去逛完了，因为它店里不让拍照，但它店里真的很美，就是它的陈列呀，还有它的家具，然后货超全，除了 Margot 那个包没有，我想要的东西它基本都有。我种草 Terrace 那个包很久，然后它也有，让我们逛一圈冷静一下。然后我还试了 Henry 的这双乐福鞋。就是它有黑色鳗鱼皮的，因为我特别喜欢那双黑色鳗鱼皮的乐福鞋。经典的那款毛衣，刚才 Henry 有试 The Row 的版型，确实就是很好看。我刚刚试那个，我的手有点太长了，所以我穿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很松弛的那种感觉，变得很刚好，就没有像店员他们穿那么帅。牛仔裤它的版型其实蛮好，但是我穿它就没有堆叠的感觉，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样子。所以有的时候长到这么高也不是很好。但刚才那个包真的好好看呀！给这次巴黎之旅买个礼物吧，给自己买个新年礼物吧，那就反正爱马仕也买不到。我有啊。我们刚才从后面这家珠宝店出来，它是中古珠宝店。刚才在橱窗里看到一个超级好看中古的宝格丽，那个 collection 叫 Trombini，1950到1960的，现在已经 discontinued。但那个戒指是真好看，它是一个16.6克拉半面的红宝石，然后旁边镶了很多钻石，然后那个戒指真的巨美。然后刚刚巨好笑，那个店主老奶奶她说我的手戴着不好看，能用你的手给我拍一个。然后我还试了一个80年代还是70年代祖母绿的，也是淡面，然后超级大，是2克拉左右。我很喜欢那种大戒指的形状。You know what？ 我们刚才在那逛，然后我就是一直精神不宁，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把这个包买了。非常开心买到了 The Row 巴黎店最后一颗 Terrace， 那就下一期购物分享的时候给大家开箱一下这个包吧。不过我最近应该就会开始用了，所以大家应该也能在视频里看到。我们打算去香榭丽舍大街那边逛一逛，然后去那边的 Alaya， 还有 Keith， 然后还有 Henry 心心念念的克罗心，开心开心啊！人类为什么要排这种地方呀？烦死了！快带我去散步！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对。跟我的靴子倒挺配的。就是你展示一下的。我们现在在旺多姆广场 ，Henry 说无聊死了，看珠宝。大家觉得呢？那这确实每个橱窗人都巨多，就是大家都聚集在橱窗。我们现在要去 Chanel 的康朋街那家店，出发。我们刚才又路过爱马仕总店，日常一问说啊，你有没有任何的 cancellation 呢？可不可以约皮具？然后就是他就推荐我们上午去，然后昨天我们是上午来，他就推荐我们下午来，反正就是一个踢皮球。我觉得就是如果约不上皮具约，基本上包是没戏的。然后今天 Henry 穿了他的这件 Haider Ackermann 的大衣，刚刚进 Chanel 店的时候，应该是一个经理吧，上来就夸他的衣服，说那个 Congrats on your style。
看起来确实蛮冷的，因为你的眼睛眼含泪光，真的还蛮好美哦，好美呀、巴黎真的好美，好好逛，尤其是晴天的时候。今天整个就感觉比昨天好非常非常多。我突然想到，刚才忘记跟大家说，就是 The Row 那个厕所特别神奇，它那个门是你要按一个按钮，然后它才打开，像一个电梯一样。珍惜这个晴天，因为可能明天就又要开始下雨了。刚刚我们去完巴黎克罗森，它东西挺多的，就我喜欢的那个吊坠它都有，它没有办法给我试，因为它现在没有链子。黄金带钻的 Tiny 和 Baby Fat 它竟然都有。最近在说 Henry 在我们的视频里像一个哑巴新郎，他从来都不说话，然后我一个人在那不，他就在旁边微笑点头，甚至有的时候在发呆。会不会有人就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，以为你不会说话呀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讲阿拉亚 Otora 讲阿拉亚那一期？它那个长度其实跟那个蛮像的。这次来我还没有看到特别好看的男装，最近喜欢穿的稍微简单一点，所以我就很期待去 Kith。听说那边的选品非常多，不管是米兰还是巴黎的商场，他们女装可能都有很多东西，但是男装相对来说都比较少。现在进 Kith 了，然后它竟然是一个咖啡厅，有一个绿植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其实2楼看下去视角比较好有这件皮衣这是做旧那一件，挑几件试一下。所以在找就是类似这种牛仔裤，但是是浅色的。然后我想要找就是那个筒稍微宽一点，穿上去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堆积感，我觉得那种还蛮随意的。然后可能配一件毛衣啊什么，我觉得就很好看。我觉得它的东西没有那么运动，还蛮好看的。不知道是我太久没有逛 Kith。这样吃的，然后下面有一些堆积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看。然后上面可能配一个，确实，而且你配这双 loafer 就好看。对啊，其实配什么鞋都还可以。然后上面你就穿个毛衣啊，或者是裤子都可以。其实东西没有想象中那么多，不过它有的 roll 还不错。这那件外套我觉得很好看，但是太小了 ，Tora 穿可以。我现在要来试一下，我刚才看到好看的阿拉雅。侧面漏风。Kate 那个风也是圆形。对，它的 inspiration 就是圆的。这跟 Kate 那件挺像的。又到了他的爱牌。这个区域，我现在状态就是所有男生逛街的状态，沙发上，然后就这样看着。这条牛仔裤好看吧？Kate Always。我现在穿26，我就是因为你还没吃饭。对，我还没吃饭。我在吃个饭，这个无法呼吸了，必须得买那种穿着能呼吸的裤子，挺帅的。而且我没有这个裤型，就是这种直筒，然后下面堆叠。不是你不就是在找这样的裤子？对啊，我托尔现在搭这样一个短的毛衣，然后这样配，我觉得就很好看。现在就是在找类似这种裤型的。
我们俩今天没吃午饭，就说想去吃一家之前吃过的日式铁板烧店，结果打车到门口发现那家店就关门了，就走去了附近的韩式的这个叫什么烤肉店，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。而且我们现在都还没喝到一个奶茶，我们觉得很离谱，都2天了。因为巴黎的奶茶关门特别早，然后我们每次逛着逛着想喝奶茶的时候，发现奶茶店都已经要关了。这家真的还蛮好吃的，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他帮你烤，不用自己烤是最好吃的。点了一个腌过的牛肋排，另外一个呢就是点那种一整块的牛排，我觉得好像腌过那个更好吃一点，比较软。石锅拌饭也不错，我加那个石锅拌饭。Henry 在检查我的新包，他说厕所比较亮，我得去那儿看看，一个 logo 都没有。这边刻个也可以。大家早上好。我们今天的行程非常的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个早餐。Henry 在我包里装了很多东西，以至于我新包给他背了，我真是会谢。哇哦，好冷啊！对啊，巴黎真的超冷哎！我刚还说没事，我先不用戴帽子，然后我一出来直接被冻出眼泪。感觉北京冬天都没这么冷。天气预报说今天下午可能会下雪。你看我的头发。确实，你头发已经变形了。你还真别说，我还挺时髦的。他的新包，刚刚本来是我背，然后他说啊，你怎么压到我的包什么的，然后我怎么算夹子音呢？我说我这新包你都别给我背坏了，然后我就背上了，我就太时髦了。昨天买的裤子，昨天买的包。我想到我小时候，我爸妈他们就会嘲笑我说我新东西不过夜，就会立刻穿上 ，which is true。但是 Henry 也是这样 ，Henry 甚至比我还夸张。他如果买了什么新的东西，他真是立刻就下一秒他就会穿出门的。夸张。就是我有时候还会稍微忍几天。我们在吃早餐的路上，快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look， 我就非常满意今天的这个 outfit。昨天新买的这条 Kate 牛仔裤，因为我怕下雨，所以我就配了 Alaya 的这双鞋，它是橡胶底，就比较没那么怕水。我里面穿的还是昨天的这件 Kate 的羊绒毛衣，它是短短的这种配这种牛仔裤就很好看。这次只带了一件这个毛毛外套，因为我还指望在巴黎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外套。昨天新买的包包 The Road 这个 Terrace 真太好看了，就很 chill， 它整个包身没有任何 logo 和五金，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的 effortless 的感觉。这我今天的 look， 出发吃早餐。Stay in this moment, never think about going, won'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? 这个松饼还可以，就是那种蛋味比较重，但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蛋味重的松饼，你应该喜欢。蛋奶味还不错，然后松饼很蓬松，这样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反正就是很蓬松，它这个枫糖不会太甜。然后再配它那个奶油是那种咸咸的奶油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但咖啡没有昨天那家咖啡好喝，整体来说是一家还蛮不错的早餐店。而且我看它那个起司蛋糕看起来蛮好吃的。好吃。因为我们现在在那个香榭丽舍大街附近吃早餐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去逛一下哪条街的老佛爷。我们在香榭丽榭大道。不是哦，香榭丽榭吗？香榭丽榭，反正就是香榭丽榭。我们在这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老佛爷。今天的巴黎真的太开心了。今天的大道，但我今天头发真的是很可怕，完美的丑。不知道是因为太冷还是怎么样，反正我今天发型定在了一个超级丑的状态。刚刚我去结账的时候，那个人问我们是不是在 vlog， 然后我想说，他是不是要问我们的频道名了？结果没有，只是确认一下。逛一下巴黎的老佛爷，我记得他有伊莎贝尔马哈，这个几匹外套，它牌子蛮多的，就是 range 很广。Harry at our legacy. Acne Studios.
好看吗？感觉不是很难看。我现在在等 Henry 试衣服。相机这家老佛爷就是男装还挺多的，因为前几天 Henry 都没有怎么看到想试的衣服，但是这儿就是牌子挺多的。然后女装的话，我反而没有看到有什么太合适的衣服。我觉得这件还蛮好看的，就是它的颜色啊、裤管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虽然它不是比较废，像昨天的 Rose 的那一种，但它这种宽版的，我觉得也还蛮好看的。这件是 Isabel Marant 的男装，它是比较低腰的这种，而且下面有这种堆叠的效果。然后这件上衣是 Our Legacy 的，面料我觉得还蛮舒服的。就一般 Our Legacy 的衣服摸起来，我觉得都稍微有点粗，但是这件我觉得还蛮舒服的。巴黎真的就是东西稍微比较多一点，因为商场也多。Henry 这件 Hider 大衣跟巴黎的适配度超级高。我们现在得回酒店把这个伞放下，然后出发去马黑区。今天我必须要喝到奶茶。马黑区我很想去看 Lulu Studio 的店，就我身上这件毛毛外套就是 Lulu Studio 的，真的超级多人在问，质量真的很好，而且它作为那种皮草外套性价比真的很高。因为我前几天试的那个 The Row 也是羊皮毛的。昨天呢，我去 The Row 店里，我跟店员说我特别喜欢这件外套，但是我知道它的价格，然后他们就笑。The Row 确实是好看，但是也不得不说它是有一点点的 overprice。比如说它的那毛衣啊，它的羊绒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出众。说真的，如果以原材料来讲，但它就是因为版型时髦，然后就设计好看吧，主要是再加上这个品牌，它就是有一定的溢价，这不得不说。但是还是很爱的。而 Henry 这双乐福鞋，他说特别好走。不能拿它跟球鞋比，但是跟我其他皮鞋比的话，算非常舒服的。我们这次真的超级认真的在拍巴黎的这个逛街指南，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，一定要去看一下。我觉得就是来巴黎，如果你的品味跟我们比较相似的话，就可以真的照着这个路线走。就我们会按区域整理好怎么逛巴黎。我本来以为我带的这双毛鞋穿不上，结果现在不下雨，我今天就得穿这双毛鞋。我刚才出去穿那双阿拉亚的那个钻鞋嘛，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巴塞罗那走得太久，我就是被那个鞋勒的，我的脚后跟很疼。但因为这双鞋 size 稍微比较大一点，它就不会勒我的脚后跟，所以我现在就必须得换上这双鞋出门。还好我有带它，它真的好可爱。发现我没有带几件毛衣，然后我所有的毛衣能跟这条裤子配的就是这一件，所以我2天就穿一样的上衣。但是真的很爱，这毛衣真的很好看，柔气，超级细。我的手套，全副武装，真的，我像什么巴黎贵妇出街了。现在要去喝奶茶了，终于我们到巴黎第3天，终于喝上奶茶了。而且我们今天晚上要吃法餐，到巴黎第3天，终于决定去吃法餐了。因为我很喜欢吃国内的紫苏干锅牛蛙，就是应该是湘菜。然后听说这家餐厅也有蛙腿，我非常的期待。但是 Henry 不敢吃蛙，但我很期待它的生蚝跟蛋菜，因为我看那个照片感觉蛮好吃的。点了一个台式奶茶，还有一个，你是点的杏仁奶茶吗？因为我们上次来巴黎的时候 ，Henry 他本来想加珍珠，但那天没有珍珠，所以他加了杏仁豆腐，结果巨好喝。然后我还回国一直在找，就是加杏仁豆腐的奶茶。我们来吃中餐，我点了一个担担面，然后 Henry 点的是红烧牛肉面，闻起来超香。这肉很好吃，因为它肉有一点那个牛筋，然后牛筋是那种很烂的那种，很好吃。而且我觉得它的面条很筋道那种，然后可以选硬度，我选的是正常的，我觉得正常的对我来说就很刚好了。我很喜欢是它放很多香菜跟葱。我的爱。我们吃完饭出来，天突然阴了，不会要下雨吧？我们还专门把伞放回酒店。Henry 说想看头套，他说因为觉得巴黎的那些很 chic 的人人手一个头套。现在特别冷嘛，然后 Henry 他系那个围巾，他想把它套到头上，他说这对一个南方人来说太难了，他不会系。
特别紧实。现在是巴黎人。同学，既然你头套也不用买了，而且我们买的奶茶还在这儿，因为太冷了，我实在喝不了。这是一个韩国的品牌，我们第一次听说。我们刚刚逛完了忧郁的富二代，我本来以为就是整个店里面会是很酷，然后店员都是脸很臭那种，那店员人很好，然后就是跟我们聊天，分享他的穿搭，我觉得还蛮酷的，而且我觉得那个皮手套真的超帅，搭那个皮外套，我觉得整个就是很像吸血鬼。我刚刚到这边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点恐怖，因为感觉蛮多流浪汉。逛一逛之后，我觉得这一区还蛮好，这边很多那种独立品牌店，然后还有一些 vintage。这一区早上去逛的那边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，我还蛮喜欢的。Tora 心心念念的Isabel蛮好，它里面是这种红的，我觉得还酷。我才刚说完忧郁的富二代那件皮衣很帅，夜色比我马上那件好像更好看一点。它是那种咖啡色做旧，然后它里面是那种红色的菱格纹，我觉得很像以前那种跑车或什么会有的那种内饰颜色，而且它的扣子是那种金属做旧扣子，我觉得超级帅。现在到Tora想要逛的。它是这种有点纹理的这种系款，不是平铺直叙的那种。我现在不够大。我们在 Dover Street Market 走，它这个广场好特别。巴黎这家 Dover Street Market， 它里面是这种绕的，沉浸式迷宫。刚刚试了一件 La Mer 的皮衣，它那个皮衣很好看，因为它的那个毛领是那种很大的那种。我们从店里出来，发现下雪了。这样拍得出来？哦，拍得出来。2025初雪，它下的都有点不像雪，下的像是冰，像那种碎冰。对，我们刚才去逛的是一家暗黑买手店，有很多那种比较先锋一点的牌子，然后他把皮衣做的像那种你的 second skin， 就很窄，然后后面他用金属做出了一个脊椎。就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特别喜欢这个牌子，然后我们刚刚看了一下，觉得概念是挺好的。Henry 穿上不怎么好看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完成 Henry 此行的心愿，就是去吃他那个鹅肝汉堡。
感觉下雪就更冷了。对啊，而且因为太冷，我们奶茶拎了一路，现在还没喝呢。Henry 这个坚持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我刚刚说你是不是只是想吃鹅肝汉堡这道菜，你吃哪家都无所谓。然后他说不是，他就要吃这一家，最好是很好吃。一会儿去看一下，如果你又踩雷，就像那个巴塞罗那可颂一样，你就傻眼了。其实这个餐厅还蛮漂亮的。今天是有点极限，因为我们就买完汉堡，然后等下就要准备去吃晚餐的地方。因为吃晚餐的地方是昨天就已经订好位了。然后我非常期待鹅肝汉堡，因为我在巴塞罗那吃那个牛排加鹅肝，我觉得超级好吃。而且我听很多人推荐这一家，所以我就很想来吃看看。我不吃鹅肝，哇，好香啊！哇，好香啊！看起来超好吃。对，你可以吃啊，还有5分钟。这个是松露酱，然后这是沾汉堡用的。哇，这看起来超好吃，就是鹅肝、牛肉，然后跟面包，好吃。你要不要吃一口？对，我不敢。我们今天晚上来吃一家好像是100年老店，一家法国菜，然后他们家好像是专门吃瓜牛的，因为我看到那个招牌上面就有一只瓜牛，所以我们今天点了3种 mix 的瓜牛。这绿色的是 traditional， 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这个是松露，这个没听懂，然后这是 Tora 爱的蛙腿，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烤扇贝。我一般，下面试一下松露味的蜗牛。松露味很重，松露的好吃。Henry 要尝试人生中的第一口牛蛙，我给你蘸点香料，你直接吃。这很像鸡肉，但味道还不错，有点像葱油鸡的味道。早上好，今天是我们在巴黎的第4天。刚才我们在房间里拍了个照，就是在那种巴黎的阳台上。我当时看到那个 Chloe 的 campaign， 我就跟 Henry 说，我去巴黎要拍一组这样子。我们想去罗丹美术馆。昨天我们晚上不是吃了那个法餐吗？我们就觉得很一般，就是没有到特别好吃。我不是订了一家那种很贵的法餐厅，在我们走之前的一天晚上，然后 Henry 连夜让我取消。法餐厅是漂亮，但是我们就觉得没有那么好吃，所以就不想去了。我们现在在罗丹美术馆里面，因为这里面超级安静，所以我小声的说话。但是你看，真的超美，而且今天是每个月第1个周日是免门票，法国人真好，真大方。可能因为今天是免费日，所以今天人巨多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Le Bon Marché， 因为上一次我们第1天去了，但是我们当时很累，就是草草的逛了一下，所以今天在那个认真的小逛一下街，一个完美的左岸之日。我们最近每天都在感叹说，巴黎真的好美，立下一个 flag， 希望之后能在巴黎住几个月。体验一下就是真的非常 local 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每次来玩都觉得时间特别不够。美术馆然后一些当地的店都没有时间去细逛，所以我觉得巴黎真的是很大，然后有很多东西都值得去看。Le Bon Marché的试衣间，我刚刚看到 Kate 打5折，所以我就来试几件。这双鞋就是我那个毛鞋的那个鞋洗，它做成了钻版。我们在皮草堆里，我们在看 Yves Saint Laurent。这颜色超美的。
不奇怪。2号皮草选手。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我们现在到外校的那个 Babylon 那家店门口了。每次坐在车上就感叹巴黎真的好漂亮，而且它路边很多那种小餐酒馆都特别的好看，就是只可远观。如果去吃的话，我可能也一般。最近走太累了，而且我这次没有带球鞋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暴走。我们现在去巴黎春天附近的那家老佛爷，因为我们这次还没逛到，然后为了拍我们的 shopping guide， 我们一定会去到这些所有想去的商场。但是我真的走不动了，所以晚餐我们打算直接回酒店点外卖，点奶茶还有中餐。那我们就老佛爷见吧。这家老佛爷 Totem 店挺大的，就是有很多衣服，反正比刚才那个勒蓬马线还多。不过我们刚才看了那个楼层导览，它竟然没有 Kate， 我很失望。老佛爷有一个露台，然后我们俩就上来，因为它后面都在落日，现在正好这种蓝调时刻，对。超漂亮。然后刚刚用手机相机录都特别美，巴黎真的太美了。Henry 要开始大逛一场了，轮到我坐这儿等，我太想坐这儿等了。这有那个 Meta Campagna， 就我们在 Temple Sogomo 逛到的那个牌子，而且在打折。逛完男装区，我觉得东西没有女装的东西多，不过还是有一些品牌像是 M6、Aura Lee 这些牌，Tora 已经累到走不动路了。这是他现在的状态。现在在老佛爷这边的美食广场，然后有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小蛋糕。哇塞，这个蛋糕 bling bling 的，我们想买的 cheesecake。我们终于回来了，外带了一个老佛爷的 cheesecake， 超好吃的。你吃了吗？还没。那你在装什么？没有，你刚刚不是说好吃吗？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比巴塞罗那的那种 cheesecake 更合我的胃口。它是 vanilla 的，然后我刚刚听他用法语说叫 Sauvignon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待我们的外卖中。我们本来是要买另外一家的这个 flan， 但是另外一家都卖完了。然后我们就发现它对面还有一家也是卖这个，对面这家也很好吃。推荐大家去老佛爷的美食广场，我感觉那个你就找一个看着顺眼的店就行。我们的外卖终于到了，但说实话，巴黎的外卖还挺快的。川菜点了一个辣子鸡，一个炝炒圆白菜，一个 Henry 超想吃的水煮牛，还有一个干炒牛河。哇，好丰盛啊！然后还点了2杯奶茶，在边看个剧，真的还是得中餐了。我们正要出门的，结果现在开始突然给我雨下超大的。我们现在就准备去一家日式甜品店，我希望我们吃完甜品，外面就给我放起吃完手语，开启新的一天，巴黎的第5天，好难过，马上就要离开了，请出去。我们现在来一个日式的茶馆，我们都点的零糖的那个抹茶，不知道会不会很苦。我们点了一个芝士蛋糕和一个纽约芝士蛋糕，因为纽约挺好吃，它那个味道比较多。它这个 cheese 蛋糕跟昨天吃的那个不太一样，它是
表皮是比较硬的那种。昨天的那个 flan 的口感有点像奶酪，然后这个 cheese 蛋糕就比较绵，不会很甜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但这两个我更喜欢纽约这个，它上面有点像苹果派那种感觉，底下是脆脆的那种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口感更丰富一点。巴黎这个天气真是变幻莫测，现在又出太阳了。今天是礼拜一，明显感觉路上都是上班族，跟前几天不一样，前几天就还是放假的一个氛围。但是为什么我还能在这儿放假呢？意大利应该比法国多一天假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宗教节日，比如说今天是一个圣人他的一天，这一天就会放假，这是意大利的一些很好的放假理由。意大利人是真的爱放假。Henry 心心念念的他的暗黑店，我们上次去那家店它就超级 nice， 因为我没有非常喜欢那些品牌嘛，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等 Henry， 店里的工作人员就说，哎，你快试试这个，你穿这个会好看，他就拿给我一堆那种很厉害的暗黑品牌的衣服给我试，然后还让我试鞋，说这个特别舒服，你快试试。反正就是他就超级热情，感觉是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，很喜欢时尚，然后就想跟你分享这样子。其实时尚就是喜欢一个开心嘛，就是我自己开心最重要。这种店就比那种一进店就跟你说 no photo 要好很多。一般那种一进去就是 no photo 的店，首先它很装，其次就是你只要买了没有不能拍的，所以一切都是就是资本主义的陷阱，他们就很势利眼。但我觉得时尚就是不应该这么势利，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氛围，就很多人就会有一种恐惧感，说哦，我虽然很喜欢这个牌子，但是我是不是不能进去看？昨天就是我们去桑罗花的那个书店，我们因为要拍 vlog 嘛，所以我们就在外面先拍了一下。我不是推不开那个门吗？然后他帮我开门，然后那个男店员超级 mean 的跟我说，我不是来帮你开门，我只想跟你说一下 no video。我当时整个就是我傻眼的，然后我就根本不想逛，我就溜了一圈就走了。总之就是会有一些很好的氛围，也会有一些很不好的氛围，但是就是 it is what it is， 这就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。Henry 迫不及待地冲向他的爱店。在这上安排。对。拍到吗？Henry 就已经完全心神不宁，因为他不是试到他爱的 CCP， 那是 Henry 的一直的 Holy Grail， 就是他觉得他此生一定要拥有的一双鞋，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概念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说，那如果你要这样，就是你这一天都没法过的话，那你要去把它买了吧。所以我们现在又要回那个店里。出大太阳了 ，Henry 也买完了他的梦中情鞋，就是这个黑色的包包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平绕的私人美术馆，因为它就在这附近，正好路过。然后这个美术馆是安藤忠雄设计的。结果从美术馆出来又下雨了，天气太冷了，我们来买一杯热奶茶。我们现在到这个巴黎皇家宫殿这儿了，真的超级的美，而且因为刚下过雨，刚才那边突然就出现了一道彩虹 ，Henry 就赶紧掏相机，结果转瞬即逝，现在就没了。对，他上次爬的是那个，就是得跳上去。看到杜乐丽公园，然后真落日绝美，超后悔点2杯奶茶，因为我得拿着，哈哈。哇！快走，快走！累死我们了，东西太多了。
为我觉得这个很特别。这是那天那个中古珠宝店的那个店主的另一家店。那天那个老奶奶跟我说，你去这家也看一眼。我现在特别喜欢这种中古珠宝的设计，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，所以我现在就特喜欢路过中古珠宝店就去看一下，就是有的时候也就是看一下它的设计。给大家看一下望多姆广场的圣诞装饰，还好还没拆。我们来之前还担心说会不会圣诞节一过就拆了，结果证明还是1月多来还是可以看到的。换上了新的 outfit， 我们准备去拍一下闪灯的铁塔，因为是我们在巴黎的最后一天。大家看我们身后就是巴黎铁塔，我们刚才专程跑到这个桥来拍那个铁塔闪灯，算好了时间的。它每个整点都会闪5分钟。我们在巴黎其实看到2次闪灯，一次是逛完街出来刚好在闪，那个真的太巧了，因为真的是很漂亮，而且人没有很多，对，还蛮好的。对，所以如果大家想的话，也可以来这儿拍照哦。巴黎的最后一晚，伤心但是也挺开心的，因为是很圆满的一趟旅程。吃外卖。我们现在准备走去巴黎皇宫那边，就是我们昨天看到彩虹的地方，因为那边好像有家很好吃的日式甜品店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这次都没吃可颂。我们现在在一个拉面店门口，真是随机找一家拉面，还没走到甜品店，Henry说：“哎，这拉面看着不错啊，要不吃这个？”家日本拉面店，我觉得看起来非常好吃，因为这是我们在巴黎的最后一顿正餐，希望它不会让我们失望。结果随便走进一家拉面店，比巴塞罗那我们之前觉得最好吃那家好吃，很好吃，它的汤喝起来超顺，然后它的肉炖得很烂。吃完饭我们俩都超饱的，但是很好吃。这个抹茶拿铁挺好喝的，它加了香草。Henry 冷到用手挽着我的毛，所以你也需要一件这样的外套。哇，好多人在这晒太阳，可是很冷哎。对啊，我就是说要在这个喷泉给你拍啊。但是啊，天哪，只有杜德利的那个水池有水，这个水池没水。我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就那种2个对着坐的椅子，然后突然就想问说这是免费的吗？不是、啊，因为它上面有个2维码。合理吗？你看有个2维码，感觉是扫码付钱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在巴黎大皇宫，我感觉已经要日落了，就太阳越来越低，现在光超级柔和，在这里跟大家结束这个 vlog。好了，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巴黎 vlog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